3、2、1。哎，小雨，等一下，我今天还是不去了，要不明天再去吧。小陈，你今天已经数到第3个321了。第一次你说鞋不舒服，第二次你说口渴，现在又说明天。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我不是怕，我是心里没底。你想想看，我都30岁了，身上的骨头硬得像块木头。我推门进去，屋子里全是10几岁的小年轻，人家一个动作下去干净利落，我在旁边手忙脚乱。万一大家都回过头来看我，那多丢人啊！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先别急着笑他，你把跳街舞这3个字换成别的，这段话是不是特别耳熟？想去跑步的，想换工作的，想开口跟中国人说一句中文的，站在门口迈不开腿的那一刻，全世界的人长得都一样。对，就是那种特别想做又不敢伸手推门的感觉。中文里有一句话把这个感觉说得死死的，叫万事开头难。那今天这一期，我们就借着小陈打的这个退堂鼓，好好聊聊这句话，也聊聊怎么用中文给一个人鼓劲。我是小雨，我是小陈，一个站在舞蹈教室门口已经站了半个小时的人。而且他手里那张报名表已经被他捏得皱皱巴巴了。咱们先把这5个字拆开看一看，万事就是所有的事情10000件事，开头就是最开始起步的那一下，难就是不容易。连起来的意思就是，不管你做什么事，最费劲、最难受的那一段，往往就在最开始。我给大家举个特别好懂的例子，你在路边推一辆装满东西的小推车，一开始那几步，你得使出全身的力气，脸都憋红了，车子纹丝不动。可是只要车轮一转起来，你后面就只要轻轻扶着它，自己就往前走了。这个例子太贴切了，力气不是平均花掉的，绝大部分都花在从不动到动起来这一下。冬天早上起床也是一个道理，最难的不是刷牙，不是穿衣服，是掀开被子的那1秒钟。这句我认，我每天早上都要跟被子搏斗5分钟。所以万事开头难这5个字说的不是这件事有多难，他说的是难的位置在最前面。那小陈，你说说看，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么难？因为想的太多了吧？对，一大半的难是我们自己在脑子里加出来的，事情还一点没做呢，脑子已经把所有最坏的结果演了一遍。演完还不算，还要挑那个最丢人的反复演。我刚才就是这样，我连我一摔倒，全屋子人都转过头来这个画面，都想得清清楚楚了。很多刚开始学中文的朋友也是一模一样的，嘴还没张开呢，先看见汉字那么多，笔画那么密，又听说声调有4个，一个念错，意思就全变了。心里立刻冒出一句，我肯定学不会，我一开口，人家肯定笑话我。中文里有一个成语形容的就是这种心情，叫前怕狼后怕虎。这个成语的画面感特别强，前面怕有狼，后面怕有老虎，左也不敢，右也不敢，最后干脆一步都不走了。我承认，我刚才就是标准的前怕狼后怕虎。那小雨，你难道就没有过这种时候吗？我当然有，而且比你狼狈多了。我跟你们说一件我一直没好意思讲的事，我们这个播客的第1期，你猜我录了多少遍？多少遍？我在电脑前面坐了整整1个下午，说一句删掉，再说一句再删掉。后来我数了一下，光是开头那一句大家好，我一个人就录了40多遍。40多遍，就大家好这3个字。因为我一听自己的声音就难受，我总觉得我说的不够好听，不够专业，我甚至跟自己说，等我再准备准备，再开始做这个节目吧。
那后来是什么让你按下那个录音键的？是我一个朋友说了一句特别不客气的话，他说：“你再准备1年，第1期也还是第1期。你今天删掉的不是一句难听的大家好，你删掉的是后面那100期。”这句话有点狠，可是有道理。说实话，我们第1期节目现在拿出来听，真的挺生硬的，语速忽快忽慢，笑起来还有点尴尬。可要是那天下午我没有按下那个键，今天就没有你，没有我，也没有正在听我们说话的各位。所以你后来老跟我说那句话，先做起来。对，这句话我今天送给所有还站在门口的朋友，先做起来，迈出第1步，你就已经赢了。迈出第1步，你就已经赢了。可是小雨为什么只是迈出1步就能算赢呢？因为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停在想这个阶段，你只要走进那间教室，或者只要你开口说出第1句中文，你就已经跟昨天那个只在心里犹豫的自己不一样了。这个时候做的好不好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从想变成了做。我懂了，先别管结果，动起来再说。不过小雨还有一种人，他不是懒，他是太在乎了，他怕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怕当众出丑。这样的朋友，我们该怎么劝他？这样的朋友最辛苦，因为他一上来就给自己定了满分，第1天就想做到100分，做不到就干脆不做。我一般会跟他说一句大实话，完成比完美更重要，谁还不是从0开始的？谁还不是从0开始的？这句听着真让人松一口气。你去看任何一个跳得特别好的人，他第1天进门的样子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，也是手忙脚乱。我认识的那些中文说的特别流利的外国朋友，第1天连拼音都读不准。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，越是水平高的人，越愿意承认自己一开始有多糟糕，反倒是刚起步的人最不敢说自己是新手。所以承认自己是新手一点都不丢人，新手本来就该说的磕磕巴巴，这是规矩，不是你的毛病。那还有一种情况特别常见，他不说自己不行，他说自己太晚了。我年纪大了，我现在开始来不及了，我要是10年前就开始该多好。这句话我听过太多次了，送给这样的朋友一句话，是从一句老话变过来的，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。其次就是现在，意思是10年前那趟车你确实没赶上，可是今天这一趟还停在站台上等你。对，而且时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它一直往前走。你30岁觉得学中文晚了，可是等你40岁回过头来看，30岁简直早得不得了。这么一想，今天永远是最早的那一天。中国还有一句更老的话，2000多年前就有人说了，叫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1000里那么远的路，也是从脚底下这一步开始的。我特别喜欢足下这2个字，他没让你去看那1000里，他只让你看看自己的脚。唉，说得好，你今天哪怕只学会1个汉字，那也是往前走了一步。1年以后的你，一定会特别感谢今天这个肯抬脚的自己。说到年纪，我想起一个人，我认识一位阿姨，她56岁才开始学中文。56岁？对她说，她学了半年，只会说10几句话。她儿子还笑她说：“妈，你这个年纪学这个干什么？”那他怎么回的？她说：“我不学，5年以后我还是不会。我学了5年，以后我至少会一点。反正那5年他是一定会过去的。”这句话说得真好，时间不会因为你不开始就停下来等你，它照样往前走，区别只是你走没走。他后来还给我发过一段语音，声调不太准，但是一句一句说的特别用力，我听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
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感觉，不是可怜他，是觉得自己那些等我准备好了再说，特别站不住脚。小雨前面说的这几句都是在讲道理，可要是我朋友现在心里特别慌，特别没有安全感呢，讲道理是不是就不管用了？你问到点子上了，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，其实不缺道理，缺的是身边有人。这个时候，中国人最常说的是这么两句：别怕，大胆去试，有我陪着你呢。大不了咱们重新再来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有我陪着你呢。说实话，光听这5个字，心里就踏实了一半。中国人特别看重朋友之间的这种陪伴，我们不太会说很肉麻的话，可是我们会说我陪你去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后面那句多大点事儿啊，大家也可以记一下，他的意思是这才多大点事，根本不值得你这么紧张。这句话有意思，他不是在说你一定行，他是在说就算你不行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对，他提前把失败的后果给你兜住了。一个人知道自己就算搞砸了，背后也还站着人，胆子自然就大了。那咱们再往后走一步，假如一个人真的迈出去了，可是刚起步就摔了个跟头，比如说中文学到第3个星期，越学越乱，想放弃了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开导他？这个时候我会跟他说一句，也是今天我最想留给大家的一句：万事开头难，走过这段爬坡路，后面就是顺水路了。爬坡路和顺水路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？爬坡就是往山上走，你去爬过山就知道，最陡的那一段往往在半山腰，腿也酸，气也喘，还看不见山顶。顺水路是坐船顺着水往下走，人不用使劲，船自己往前飘。所以觉得累觉得难其实不是坏消息，恰恰说明你正在往上走。说得太对了，下坡路谁走都轻松，可是下坡路是不长本事的。你现在觉得中文难，不是因为你笨，是因为你正走在最陡的那一段。不过小雨，我这儿有一个反过来的问题，有的朋友跟我说，学中文好像是开头容易，越往后越难，那万事开头难这句话是不是就不成立了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，万事开头难，说的不是难度，说的是那个起步的动作。你后面遇到的难，是我已经在路上了，这段路不好走，而开头的那个难，是我要不要上路。这两个难完全不是一回事儿，后面那个难，你越走越有办法，前面那个难，你不动，它就永远在。懂了，一个是路难走，一个是脚不肯动。而且我还想提醒大家一句，明天再说这4个字是最会骗人的。怎么讲？因为它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放弃。你说我不学了，你自己心里会难受，可你说我明天再学，你心里居然还挺舒服的。对，我今天就是这么骗自己的，我根本没说不去，我说的是明天去。可是明天的你跟今天的你是同一个人，今天迈不开的腿，明天照样迈不开。所以真正管用的办法是把开始这件事从明天拽到现在这5分钟。你是说现在就干？对，现在就干。你要是想学中文，别等明天报班，你现在就打开手机，跟着念一句中文。你要是想跑步，别等明天买鞋，你现在就穿着这双拖鞋下楼走10分钟。明白了，开始这件事儿不能预约。小雨，说到这儿，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，对咱们这些正在学中文的朋友来说，大家最常卡住的那个开头难到底是什么？不是汉字，也不是声调，是不好意思开口。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朋友了，单词背了好几千个，语法书都翻烂了，可是真站在一个中国人面前，
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他在便利店买东西，明明会说请问这个多少钱，最后手一指，只说了2个字，这个。这个画面太真实了，他不是不会，他是不敢。对，他怕自己声调不准，怕用错词，怕对方听不懂再问他一遍。可是我特别想告诉大家一件事，中国人听外国朋友说中文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根本不是发音，我们想的是这个人居然在学我们的语言，太不容易了。这是真的，你哪怕只说对一半，我们也会自动把剩下那一半猜出来，而且我们心里会特别高兴。所以那个第一次开口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，而且你完全可以把它变得特别小。怎么变小？你别想着我要跟人聊上5分钟，那个目标太大了。你就想，今天我只说一句话，买咖啡的时候说一句谢谢，进门的时候说一句你好。一句话说出去，那扇门就已经开了。这就是刚才那辆小推车轮子转起来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且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你第2次开口会比第1次容易10倍。这就是万事开头难最厚道的地方，他把最难的那一份一次就说完了。那说回来，小陈，咱们节目都聊到这儿了，你手里那张报名表还捏着呢。还捏着。不过我现在心里想的，跟半个小时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哪儿不一样了？半个小时以前，我想的是我会不会跳得很难看。现在我想的是，难看就难看吧，反正大家第一天都难看。这不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吗？而且我刚才算了一笔账，我今天要是不去，明天也不会去，这件事就永远停在这儿了。我今天要是去了，最差的结果，也不过就是我笑话我自己1个晚上。大不了重新再来嘛，多大点事儿。而且你要是紧张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啊，真的？真的，我就坐在最后那一排，你一回头就能看见我。那行，听众朋友们，我现在要去推那扇门了，你们听好了啊，3、2、1，走。他真的进去了。各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，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心里那件一直想做，可是一直没开始的事是什么？是学中文？是换一份工作？是搬去另一个城市？还是给一个人发一条一直没发出去的消息？在评论区写下来吧，写下来，它就不只是一个念头了。前面的数我帮你数，3、2、1，剩下的那一步你自己走。小雨，我报上名了，下个星期1开课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这期节目要是让你想起了什么一直没开始的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也把它转发给那个你知道他一直在犹豫的朋友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祝你们每一个开头都顺顺利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